小江老师。大家好，我是路过的蛇先生。小江老师最近减肥成功，每次瘦很多。我们不是每次都有办那个减肥比赛吗？现在刚好第2个月啊，我已经达标了，所以再过几天就会胖回来了。哇，做完了呢！这2只这2只你做多久啊？大概2个多礼拜。2个礼拜你就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哇，你看看。这边这么多颜色，你现在可以2个礼拜就做完这样子，哇，真是太厉害了！你看我的鸡皮疙瘩全都起来了。每次都起来。后来因为今天小江老师有别的事情，所以我们请到我们布莱达师傅来代班啊。你一直说，每次都说你被他弄成综艺咖，今天刚好他不在，让你表现一下你真正帅气的样子。好，谢谢。对，我现在来认真的讲解了。好，我们这一次做的这个是哪一个系列？你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次做的是《假面骑士欧子》啊，它是平成里面的第12个作品。《假面骑士欧子》这个主要是在讲说，那个世界有一些硬币，然后硬币产生的所谓 greed 就是贪婪怪人，然后我们的主角欧子，其实他在里面他没有自称自己是假面骑士，叫欧子。欧子是主要是对抗这些贪婪怪人的。他们互相在争夺硬币。那最一开始初始的形态就是这个鹰虎黄连主，塔卡、托拉、巴塔，是老鹰、狮子跟蝗虫。对，那这个系列很好玩，就是他们这些 greed， 他就跟欧子主角火野映司，他就跟那些贪婪怪人互相打来打去啊，争夺硬币。然后争夺硬币有时候凑到3个连主，像是3个黄色的就会变成猫连主。如果像是凑到3个绿色的，就会变成虫系连主，还有海洋连主，各种很多种啊。那有时候会混打。那为什么主角要跟这些贪婪怪人打呢？是因为敌方那边的人，如果他们那些贪婪怪人收集到过多的硬币，他们的欲望膨胀到某种程度，吃的太多，然后就可以暴走毁灭世界。那欧子主要就是在阻止这些贪婪怪人，然后跟他一起打。其中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其实这个故事欧子的故事里面是有2个主角，分别是火野映司跟其中一个贪婪怪人叫做安库。安库因为复活不完全，所以他就只有一只右手。然后后来因为他没有身体啊，他就附身在一个人类，就是女主角的哥哥身上，然后就跟我们的火野映司一起行动。那安库就变成一个有点跟男主角互相竞争、互相压抑，然后互相喂食冰棒的。不用了，谢谢。你输了也要模仿安库才吃冰棒的吗？好。那顺便讲一下哈，故事到最后的时候呢，安库的硬币它本身是硬币化成的，硬币后来裂开了，但是为了阻止世界的毁灭，然后对抗那个是真木博士嘛，手上会挂一个娃娃的那个。对，挂一个娃娃的话，对，学得很像，看得很透彻。后来他为了要阻止真木博士暴走，然后安库把自身化成硬币，那时候他的硬币已经裂开了，然后把硬币丢给了主角火野映司，利用他最后的硬币跟剩下的连主组成的鸟连主，然后打倒了敌人。安库还会自己喊了效果音，对，那一集看得非常感人。这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平成骑士之一啊。平成骑士我没有全部看啊，看了一部分但是以欧子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所以这次就做了欧子的 FRS 的系列。欧子它相对其实是很受欢迎的一个系列，从它的剧场版也可以看得出来。就还有跟我们的将军大人一起拍的那个版本里面，还有其他的那个爬虫连组之类的，然后还有这边还没出来的，它剧情里还有一个紫色的恐龙连组，也是很厉害的一个版本。恐龙连组其实感觉在故事里面 TV 版应该是最强的连组，攻击一出来几乎都横着走没有吃瘪过鸟连组虽然大家最喜欢，但其实很多时候也被怪人打得好玩，看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毕竟它是安库的硬币变成的，再加上是最终决战的，所以它的这个鸟连组的人气也是相当高。对甚至它有出 SIC， 我有买，可是忘记带了。这个系列还正在发展嘛，目前只出了最基本的这个形态跟人气高的这个鸟连组。那我们如果说它把其他各个连组出起来的话，
说不定就可以大家可以自由组合全部排起来。他以前曾经有出过一整套所有不同排列组合的100多支的那个软胶的组合，100多支，对，希望如果万代可以把这几个连组出来，可以达成我们自由拼装各种组合的构思。其实我在做这两次的时候，边在复习一个 TV 版。它应该也没有出现到100多支啊，没有全部都用啊。它所有的那个排列组合，它剧情也没有全部用出来。那都通常都是某几种比较常出现，这最常出现的就是这个塔托巴，这是基本形态。对，然后再来可能就是一些鸟连组，其实也很常出现。最后几乎末期都是在出现恐龙连组了。恐龙连组真的超级强的，可是啊，主角用一用恐龙连组就自己快要变成怪人，会被同化。对，然后整个就越来越悲情，越来越悲催，然后甚至丧失味觉啊、视觉啊，看不到颜色啊，反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就平成骑士来说是故事面相对成熟的一个作品了。这个我个人是很喜欢啊，也很推荐大家去看。这么喜欢，就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模型的话，是做了什么好特色的地方。主要是一般的一些无缝上最基本的无缝上色，但是我要特别一提，有做一些特殊的处理的地方，像是它这个老虎的爪子整个有削尖，然后它有可以替换的爪子。替换的3个爪子那边也把它做了镂空，然后也用了尖，要不然它原本是一块丑丑的，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隔板的样子。最难做的地方啊，大概是这一把剑了就是这一把很像玩具的剑。其实它整个合起来啊，无缝做完就只有2块零件，扣掉硬币就2块零件。大家看它上面的颜色那么多，银色啦、银蓝色啦、蓝色啦，这样。哇，你看这个零件这么小，这上面有1个颜色、2个颜色、3个颜色、4个颜色，哇，你看这可以做到这么细致，你看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手也是每个拳头都有黄色跟黑色啊，对啊，其实这个手啊也是特别值得一提。第2个难做的地方就是这个手，黄色是一个遮盖力很弱的颜色，那所以它这个手每一个手上面都有一项这个叫什么保护甲一样的东西跟这个黑色用起来，其实它不是很好遮盖，然后它原本的开模出来，其实它的边界也不是很明显就只好利用刻刀一个一个把它的那个边缘刻出来，重新雕出来之后，然后再利用遮盖液，因为它不是很规则型，所以用遮盖胶带很不好遮，所以我们用遮盖液把它涂上去，喷上黄色，再涂上去之后再喷上黑色，然后做成它那个手套的样子，最后再把遮盖液清除，然后最后再用珐琅漆的黑色补上去，那才可以让这个每一个手看起来就比较像还原原作的感觉。这个大概对拳头的这边雕的比1号的那个好一点。1号的它这边拳眼这边为了开模的关系吧，就一整片是平的，一整片是平的它这个还是有做出那个皮套的那种感觉，其实还不错。可是因为那个上面还有开分模线，那光是要处理那个也是很麻烦。这2只这个代表标志的图腾啊，我们都是一般用消基机喷完之后，再用珐琅漆的擦拭把它擦干净。对，其实它原套件就有颜色，你这个颜色是另外上还是它原本？这就是我另外在上的，因为其实它虽然不是每一盒都这样，可是我那一盒上面上的有一点点的瑕疵而且为了跟整个其他颜色统一，所以我都还是另外再上色。比较困难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些里里扣扣的硬币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欧子 scanner 就是一个刷，它这变身是这样子它会先丢硬币过来，1、2、3，一次抓住3个真的是很快。不然假装我抓住了，但每次在剧中都会抓住，多远？30-40公尺，这样一丢 A 级都可以抓得住，超神奇。抓到之后，他就会把硬币扣，然后用这个 scanner 拿起来扫，然后喊了一声帅气的変身。对，就是这个。那其实这个 scanner 它也不是很好做啦。整块，因为它这边也是用先喷金色之后再喷珐琅漆，然后擦拭，然后擦成，因为要不然要遮也是蛮麻烦的。鸟连组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连组。其实我觉得有看欧子的人，大家应该都蛮喜欢鸟连组的啦，毕竟是2个男主角最后变成的一个形态那鸟连组上面也是一样，有这些里里扣的配件像是腰带scanner 一样的腰带就要做2次。对，一样的腰带就要做2次。那像这个图腾也一样，其实一样也是用珐琅漆擦拭的方式。特别一提，
比较麻烦的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像盾牌一样的，它是整个是透明零件啊，我可以开，对，这可以开啊，它整个是透明零件哦。然后它旁边的外面有一个像硬币一样的一圈，然后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因为贴车盖的时候怕切车盖，万一失误就掰，所以都不怕会伤到透明零件。可是你这个硬币它旁边不是也都是金色的边边，那也都是用这个。对，那个也都是用遮盖来做出来的。这么小？对啊，小东西啊，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它OZ塔托巴盒里面附的特效零件。它挥出去的时候是大部分就一个光啦，一个光啦。这个硬币可能是它砍到那个亚米怪人的时候，他们身上喷出来的。对，他们往往是砍到亚米啊，或者是砍到 Greed 的时候啊，就会喷那些硬币啊。我觉得应该是要做这个。砍到的时候。对，那这边这个就是用喷银色，直接在透明零件上面喷银色之后再入墨。然后你这个是用喷的？对，是用喷的。哇，这个这么细，你可以直接这样子用喷的，我都没有跟到旁边呢。有啦，还是有啦，多少会有啦。小江老师看到这集会不会俩拱啊？不会吧，我应该学的还蛮像的。那在意的点是这个吗？对，透明的喷到银色，有时候光照下去，旁边会有一点反光。对，感觉还蛮不错的。那这两只你觉得哪一只比较难做？说实在的，塔托法比较难做。塔托法那些小件啊、特效零件啊、离离扣扣的东西比较麻烦。那虽然这个塔加头颅连组零件比较多，然后也比较大块，但是其实就单纯的上一个金属红，上的漂亮一点的话，就没什么大问题。可是这个塔托法黄色其实很难处理，加上它这个手实在是非常非常累。这个的手就没有那么，它就比较单纯，它就只有黑色，然后分件也分好了。这一个手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制作过程也有拍出来啊，就是上遮盖，然后再比图真的一个就可能就要花半小时啊。你还是2个礼拜多就可以做完这2只啊，就是承包了，我这就是被人家发包了嘛，人家讲了下了期限，我就会认真做完了。那下一集呢，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对，好了，有点累，2个礼拜肝都快爆了。那可以给你一些别的东西让你休息一下。像什么东西啊？你选啊，你不选就会有别人选。好了，不然如果这个OZ出新的，我再来做。别的2组的。对啊，如果有出再做了。可是今年可能看目前他预定的，今年可能都还没有。这本是 Movie Japan EX 的特刊，刚好是这个系列的。这都是 FRS 的系列啊。对啊，他有介绍目前出过的一些这个系列，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帮佘先生挑一下，接下来可以做哪个系列。等一下，怎么又变成我做了？可是平成的出的差不多了，几乎都快出完了。好啦，如果出 RX 我也很想做啦，现有应该也没哪些了啦。不然各位，我觉得好了，大家你们可以留出想要在我们频道看到的 FRS 的假面骑士，你们留言最多的那一个，我就叫小江老师来为大家做，好不好？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好，各位再见啦，拜拜。小老师，你今天怎么不出去录？你看乔老师都在 take 我了，他叫观众来敲完我们的立钢弹。我这一个翅膀就刻了几百条线，所以各位观众请先稍等，我现在去找佘先生录片尾。哇，做得好帅哦！跟师傅学的一模一样我今天才知道他是鹰虎环在胸口上，我以为只有这3枚硬币是这个。没有，像这边也是啊，这个是对老鹰、孔雀跟秃鹰，超帅的。你有没有看过昭和？只看过 RX 啊？对，所以你小时候只看过假面骑士啊。那如果我请你排出昭和10骑士是哪10个，你会不会太为难你？会啊，超为难的好吗？那你能不能念出里面的其中5只？可以啦。现在这里总共有15只，然后你只要把服饰那5只没有排在昭和10骑士的挑出去，然后如果你答对的话，我请你吃3次和牛。真的好，来。然后如果你把有5只不是有5只不是，
因为昭和17式一定只有10只是。好，那个一号是啦。对，然后2号是啦我们这个限时挑战2分钟，然后 Break 4啦，嘿，然后 V3 4啦，骑士人4啦，亚马逊。哥你不是没看过？然后 RX 也是啦，然后 Stronger 好像也是啦。这是 J1。我提示你，假面骑士 J 不是。这个剩下。看这个橘色衣服、绿色的是谁呀？你看衣服越古老的，它一定是越接近这看起来10骑士啊。这两个看起来好像哦，这两个什么鬼？好，那我提示你这2只不是。这两只不是？哎，那这个快！还剩多久？哎，等一下，不知道哎，这个应该也不是啦。这个看起来这更奇怪，这蝗虫人看起来不是，那就这个啊，好，哇，确定哈？对啊，确定哈？确定了。来，这个好了，那这个好了，这个好了。啊，那你答错了。靠，那刚刚原本那个对吗？因为这2个是，所以里面有2个不是。10骑士里面是这古老的这10个，所以你答错了。那我们来看答错的处罚。我这一开始就写好了。你看，我们答对的话是真的有和牛烧肉3次。加制作1台 W 就好了，然后如果答错的话，你就是做4台电网。再送你一个冬云。不要累死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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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宕机坏掉了！不要累死。